藏海传开播首日，收视、网播、商业价值全方位告捷，还登上了世界趋势。优酷最新战报，藏海传开播17小时，优酷站内热度破9000，成为2024年改版以来最快破9000剧集。目前优酷全网独播，正在热播中。不止藏海传首播全平台热度登顶，藏海传首日酷云收视率均值 1.74 加，峰值 2.12 加，可以说是网台双爆。强剧情的、快节奏的，观众真的爱。才播出4集而已，出现的每个人每个角色都是鲜活的，每个人每个角色都活在藏海传里。抖剧集榜2亿热度断层第一，抖音角色榜藏海热度断层第一，且全员上桌。抖音搜索指数405万，豆瓣实时输影音热门第一，力榜角色榜开播即破9登顶第一，力榜电视剧播放指数第一，猫眼热度第一，全平台爆开。藏海传开局9个广告，还不包括弹窗小广告，一开播就进了畅销年版。而且你敢相信荣耀手机和 Apple 手机的广告会同时出现在一部剧里吗？路人评价藏海传太好看了，唯一差评广告太多，笑死了。别人播剧拉小表格攀比广告，到校站的藏海传又开始说广告太多了。广告多是别人不想要吗？藏海传开播第一天广告统计来了，创造今年优酷最高招商纪录，单集9广120秒，4集已经430秒，连手机品牌都有2个，也太厉害了。其中有2个不同品牌的手机广告也是我没想到的。今天有一家叫细客的记者说参加藏海传见面会，还拿收到了校站的伴手礼。随后我就看到校站出席的路透了。家人们，我们真的好起来了，以前的剧宣哪有这么多花样啊？优酷很不错，下一步谍报上不封顶要继续保持。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啥时候能看这场见面会？然后藏海石影魏因丧葬一条龙词条登上微博烫搜，藏海石影魏因分别是一个造墓，一个守墓，一个挖墓。藏海石影魏因丧葬一条龙。在藏海传里，校战饰演的藏海堪称骨灰级造墓大师，他一砖一瓦搞建设，每一块青砖都刻着玄学密码，每一处机关都藏着惊天反转。谁还记得他在玉骨窑时期还是个深情执着的守墓人啊？当年《陈情令》里那个少年气十足的魏无羡也是直接封神，活脱脱一个古墓版跑酷达人。盗墓副本那是说开就开啊！藏海传设计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惊喜？有网友在剧中发现了浙江温州泰顺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药发木偶，源于宋代的一项烟花杂技，而校战饰演的藏海正是温州府生人。此外，剧中还有多处中国元素或非遗文化，如榫卯、中式木结构建筑及园林、皮影戏、口技、风水等。藏海传的制作也太考究了，看剧能学到真东西。目前优酷 SVIP 已播出4集，皇帝虽然没出场，但感觉他8成是个很没良心的 boss 之一。太后下葬这事，明面上的矛盾是，太后是正统礼法代表，文臣就是依附礼法而生的，天然会要求皇帝以礼法行事，让先帝和太后一夫一妻合葬，没有多人合葬的选项。但李贵太妃是亲妈，皇帝把亲妈迁坟是不孝，会失去以孝治天下的民心。但真实的矛盾是，如果不把太后搞进先帝墓里，就得让太后亲自从封地回来主持太后葬礼。太后亲自一回京就可以进入权力圈，联合朝臣对无子的皇帝造成威胁。所以皇帝其实非常乐意把亲妈从先帝墓里扔出来，让太后进去，好让亲王没理由回京。偏偏这点大家都知道，但不敢说。藏海也是利用这点，让李太贵妃自愿出墓，大家一起借坡下驴就做成这事，避免了皇帝主动扔亲妈的不孝，也避免亲王回京威胁皇权。看到网友也写了观剧后的直观感受：一、整体舒展大气，大导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画面滤镜、摄影运镜、美术置景、服化道以及音乐等等，所有的镜头语言元素都透着大气纯正的古装正剧范儿，高端正规军就是不一样啊！二、剧情紧张高能，第1集灭门，第2集学艺，第3集出入虎穴，第4集入局，剧情紧凑，
节奏明快，各色人物轮番登场，各种剧情元素纷繁错落，没有一处多余的情节，没有一个废镜头，全程紧张的让人停不下来呀。3. 前情铺垫明晰，大男主成长主题类影视剧避不开主人公小时候的剧情铺垫，铺得短了，过于零碎跳跃了，观众肯定会一头雾水，但篇幅过长，主角迟迟不登场，显然又会被骂死。而《藏海传》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可谓干净利落，只用了短短1集半的情节铺垫，就将主人公的家庭背景以及复仇线主题的前情根源交代得清清楚楚。所以，尽管男主藏海在第2集过半之后才出场，但观众完全没有不耐烦，反而会反复往回拉去 get 更多的信息点。4. 剧情吸引力爆表，天文地理堪舆营造，阴兵鬼喜，权谋纵横，长达10年的卧薪尝胆，以深入局的惊心动魄，神秘的墓穴鬼神，狡诈的人心算计，如此丰富而刺激的情节元素，撒向观众的就是铺天盖地应接不暇的钩子呀！试问有谁能挡得住？5. 反派智商在线，终于有一部权谋剧，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暗流涌动你死我活的角逐张力，通过精彩合理的剧情设置，给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最经典的例子，藏海成功地解决了皇太妃之墓的难题，而顺利进入后府，并不是因为平津后蠢被他忽悠，而是他敏锐地觉察到藏海提出的托梦之说，虽看似荒谬，但实则猜中了皇帝的心思。6. 行为动机合乎逻辑。第1集中，蒯家满门覆灭，仅剩只奴一人，全因他先前挖的地道意外救了自己的命。那他为什么没带着妹妹一起下地道？一是因为小孩子的本能反应是听妈妈的话，妈妈叫他带着妹妹藏在草垛中；二是年龄小，无法判断地道是否更安全，他进地道也不是为了逃生，而只是想偷偷查看父母是否安好。7. 人物成长合乎人性发展，没有上来就给藏海安排各种金手指，他被师父骗，说明他的底色纯良，仍然愿意相信身边亲近的人；他被香案图骗，说明他涉世未深，后面估计还得在感情方面栽跟头。为救小孩子而甘愿冒险进后府，虽是为了入局而有意谋划，但顺手救人却是慈悲之举。8. 肖战的表演再度惊艳。对一位演员最高的赞扬和认可是什么？是在人物身上找不到演员本人及以往角色的影子。肖战无疑再次做到啦！树瓦片、树砖头、树死去家人数目那一段戏，用最平静的表情和最寻常的口吻，说着最痛楚、最不堪的往事。皇太妃之墓献策，用最瘦弱的身躯说着最惊人、最绝妙的计谋，和奸诈的杨真对弈，用最低的姿态说着最卑微的话语，把所有的情感都隐藏起来，不动声色地去应对周遭的一切，而唯有情节转场时微妙的眼神变化，抬眸间一闪而过的情绪，在时时提醒观众藏海真实的身份和心境。举重若轻、没有表演痕迹的真实再现，才是表演的最高境界啊！期待后续精彩的情节演绎。剧《藏海传》的微博追剧团的活动现场，欢迎大家。首先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次观影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微博电视剧、新浪电视、微博电视团的倾力协助。希望在座的各位媒体老师呢，可以多多上优酷支持我们的《藏海传》，大家也可以带上我们的话题双井号《藏海传》、双井号《藏海传》微博追剧团的话题，在微博上分享本次追剧团活动的有趣瞬间。马上请出我们的几位主演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交流。让我们欢迎肖战、张婧仪、周琦、黄觉，欢迎4位。好，我们还是先请4位来跟我们现场的媒体老师们来打个招呼。哦，好突然。大家好，我是藏海，是侯府的一名幕僚。那最近在坊间听闻了一些我的传言，似乎在怀疑我的身份。好吧，既然大家都已经猜到了，我就不隐瞒了。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演员肖战。大家好，欢迎。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我是庄家的二公子庄之行。那在大家眼里可能几样吃。你的请举手。觉得张铎哥是卧底的请举手。觉得子琪姐是卧底的请举手。
觉得站着是卧底的请举手。我都有一点被怀疑，怀疑人生。觉得静怡是卧底的请举手。好，觉得洪觉得是卧底的请举手。还是觉得他。好，还是先把侯爷弄出去啊！好，坚持。OK， 那我就啊，来，可以自己可以看自己的啊。来，宇哥，点。好，OK， 好。对，老师们把字卡冲向大家，对，把我们《藏海传》冲自己，好吗？好。好，好嘞，请大家看中间啊。好，点到哪位老师，哪位老师就来说自己剧中最难忘的台词啊。站站。哎呦天哪，是什么侯爷我还不想死。静怡。哎，好，很有意思。好，老师们，我们往这边一点啊，离大家稍微近一点，好好，往左手边挪一步。好，辛苦老师们。好，其实我们的剧昨天上线啊，上线4集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角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很多的这个人物的台词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提醒大家，每天晚上7点半，大家可以上优酷看我们的《藏海传》。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各位老师要打起。海的狠是哪一种狠呢？我觉得是那种跟你死磕到底的那种狠，就是不要被我逮到机会，只要逮到一点机会，我就像一条毒蛇一样咬死你不放，直到你生命的。具象了，太会演了，老师。然后就是没有大吼大叫，但却悲伤的撕心裂肺，真的非常想就是递上自己的纸巾给老师擦擦眼泪啊。然后想问一下肖战老师，就是当时演这一幕哭戏，还有雪中哭戏这一幕，有做哪些心理准备吗？其实我特别害怕演这种哭戏，因为我特别害怕观众会觉得说，同质化这个事情，就每一次都哭的一样，那又要怎么去把这个悲伤的情绪传递给观众呢？所以在当下的时候，其实想到了曾经的一些过往，所以跟导演提出了能不能就是人在悲伤的时候会有干呕的这个情况，所以在现场跟导演提出来了，所以就把这个元素给加进去了。对，那雪中的那场戏其实是它是一个达到目的之后的一种释放，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看看剧里面的表现吧。来拿着话筒说，哇，声音好大。我把藏海的弩带来了。哎，你刚刚怎么不拿给我呢？现在给您。然后我还有口号。还有口号啊。对，助力藏海复仇成功，与皮筋猴老登不死不休。必须的，必须的。那气氛到这儿了，哥摆个帅气的炮师吧。就是刚刚那个呗。啊，那再来点也行。再来一个。多来爱看。你挺苍啊。跟弩都到了啊！是我哥，是我！哎，别！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好不好？好，来音乐来给站站啊，鼓励鼓励，来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站站。好，是这样的，这个挑战也是出给其他的老师们的，其他的老师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一下。肖战。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谢。